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先来看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朋友们，他们是谁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，让我们一起勇敢闯，勇敢爱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瑞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收获一段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独特的爱情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严品红，希望每个人的爱情都像花儿一样幸福甜蜜的开放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入情感疗愈团的嘉宾曹书木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在感情里面没有最正确的选择，而是如何把选择做正确。大家好，我是老朋友雷鸣，看别人的坑走自己的路，别人的泪水对咱们的幸福有借鉴意义，好好看。就像刘老师说的，我们爱情保卫战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其实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从这些故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，刚才木姐说的，我们选择的正确性哈。好了，那看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，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？王先生55岁，来自河北，私营业主。蒋女士45岁，来自河北，自由职业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在感情中扮演什么角色？我就是冤大头，他拿我当银行。我就是免费的保姆，他一天天就等着我伺候。谁照顾谁更多一些？我对他基本上有求必应，他啥事都靠着我。他每天就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希望对方怎么改变？我现在就怕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他必须多给我一些关心，多一些保障。哎呀，还要多一些保障保障的不够。我们是老家是一个地方的，经过媒人介绍，我们认识1年了，我对这个感情很珍惜的。但是最困惑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要买个大的房子，90多平，我这经济能力达不到。当时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是说感情处的还行，然后就谈到这一个结婚领证的这一个状况。好事儿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就是说，现在我们这个年龄也大了，然后我的这个工作也不是说很稳定。当时他也答应我了，他说咱俩都结合之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生活品质都会比你一个人的时候状态要好一些。我说那就咱们必须得有属于一个自己的这一个房子。然后这一个房子呢，是我以后养老的一个生活的保障。出款的话，你出一半，还有我出一半，房产证只能写我自己一个人的名字，因为他有1个儿子2个女儿嘛。之前他有2套农村宅基地的房子，然后还有3间门市，还有那个存款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都给他儿子了。他说的。这个事儿，我说咱俩这么大岁数了，买个50、60平房子就可以了。他非买大的，80、90万我承受不起，而且过分要求，非得写他自己名字。不是人家不说一人出一半的钱吗？出一半钱我也出将近40万。他不是有儿子吗？我就怕等到现在我们年轻，比方说我照顾着他，他儿子也挺高兴，肯定没有什么事儿。如果说他100年之后，他比我大10岁呢，就是说100年之后了，他儿子过来给我整这些家产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但是写他名字，我心里也打鼓啊。他走了以后，他女儿要以这个名字要争这个份财产，把我赶到。他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他有属于自己的家呀。你到那时候你可以回去。您这个下茬接的就是他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意思就是我女儿把你赶走就赶走了。这间房子就是属于我的，他当时已经答应我了，现在是他反悔了。你曾经答应过呀？没有答应过写他名字啊，这件事我要找你们解决问题的。所以大哥说了，我答应过你是答应买个房子，咱俩住。但是写他名字我不同意。你当时答应好好的，你现在反悔了，我都感觉这里边有事儿。如果要是说你当时要是这么给我说的，那我还不答应你呢。所以这个你说了嘛，看来还是有事儿。咱说说这个有啥事儿吧哈？你们也相处了1年了，除了这房子事儿现在争执不下，还有其他啥事儿吗？处处强势。今年沈阳8月16号下大雨，这雨下的哗哗的，非得让我接他。那我出去打那个临时工，我晚上10点半才回来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来接我一下吧，因为啥呢？我这一个手机这个微信登录不上去，我公交也坐不了，地铁也坐不了。
然后你猜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啊？那你找你那同事借钱回来吧。当时我也没办法呀，那个下大雨我也出不了车，他光考虑自己，看不清楚出了车祸你不会担心吗？他说我不体贴他，那他在乎我吗？关心我吗？关心我一个人的安危吗？那大半夜的，我一个女的在大街上，你把我扔在那里，不管不顾。他之前接过你吗？接过，一直接过，一直接，就这一次下暴雨。你要是真心在乎我的安危，关心我，体贴我，我告诉你，别说下暴雨，那就是下冰雹，你也能来接我呀。我问了好多人，好不容易借了些钱，然后才回去的。回到家，就冲我摆脾气，进门把门就咣的关下了。回到卧室，把我所有衣服都摔到地上。这不说明他在乎你吗？你不接他，他伤心了呀，觉得你不爱他呀。有原因了呀，就一次没接他，就这样。啊，那就是意思他脾气不好呗，是吧？对，生活上处处强势，处处管着我。啊，还有啥事儿？还有这花钱大手大脚啊，我每月给他4000块钱。个人的零花钱还是你们俩共同？他个人的钱，他存起来了。不是你们俩共同生活的什么买菜做饭？不含之内。我还得掏另外再掏2000块钱给他买衣服、买化妆品，就是生活的钱另外你掏啊，我还得掏2000多块钱。买礼物的钱另外你掏啊，对，4000就他想怎么着怎么着。对，是人家了。他每天都买彩票，他一买就是那一个100-200的，然后那刮乐那一拖至少得500-600的，所以一个月至少买彩票得2000，打不住，4-5千也有这个经济实力那啥的。你男朋友说了，他有这个经济实力，他还真是有这个经济实力。你想。给你4000块钱零花钱，再花4000块钱买彩票，还有家用，还要给你买衣服，是吧？买礼物。你说他特爱花钱，4000块钱零花钱打不住，还得给他再买。那您有没有算过，每个月你们谈恋爱1年了啊？你用于这个你们俩共同生活以及你女朋友的费用，每月要花多少钱？每月大约都是6000左右吧。那4000是给他的，剩2000多是我们有时候给他买礼物。过节买礼物，情人节买礼物，情人节买礼物买化妆品，一买就是3000了，我承受不了。嚯！他认识我以后，他以前不是这样子，以前就买普通化妆品，认识我以后，就生活体量要上去了。那你惯的呀？那你说要给我好的生活，好的那种品质啊，这不体谅我呀？挺感动的呀。乱花我钱就把我当冤大头。我也没有那么大手大脚啊，给自己买衣服，一买就是名牌的。他给我买衣服的时候，那就是很便宜的。他对自己可亲了。平常呢，他非得买好了。你买那个化妆品，买了以后用了一次不用了，再买一大堆。又花钱2-3千，那用的好了我才用，用不好了那我还能用吗？穿了一次就不穿了，再买4-5件，衣柜里全是大衣服。我跟你说，他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我、体贴我，不心疼你啊？对，是这样啊。那有一个我过生日，蒋女士，我跟您说句话，您不能这么说自己男朋友，他一点都不心疼我，他一点都不宠着我。1年365天，他送了364天，就1天下雨没送，您就把那364天都忘了。那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答应我啊，今天咱不在家吃饭了，咱那个我带你出去吃饭。那走到半道的时候，他生意上的一个朋友，然后给他打电话，说是有点事儿要见面详谈。然后走到那儿的时候，他说你在车里等我一下。我说行，那你去吧。我一等2个多点过去了，然后我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微信呢他也不回。最后呢又过了一会儿给我说，我这事儿还没有完呢，你自己打车回去吧。你看他就这不讲理了。那个生意伙伴要签订单嘞，再个说客户我肉不过我喝了酒了。喝酒了，我也不能开车，我也打车回家了。你打车回家怎么了？但至少你不能喝酒喝那么多吧？喝了烂醉如泥，一进到家，床上一躺，跟大爷似的，就地上睡觉，衣服也不脱。那我还得给他脱衣服，给他倒水，还得伺候着他。平常都是你伺候他？对，洗衣做饭那都是我的事。不是，我也帮忙，他自己懒得，什么都不伸手。我够体贴他了。我假如生意上没事蹲地洗衣服，我也帮他。做饭我也当下手，我切菜我也洗菜，是态度问题。那我生日喝得烂醉如泥，第2天早上那起来就知道吃饭，一吃饭一抹嘴就走了。我给你补了呀，切地吃饭了也给你礼物了。那是多少天之后的事儿了，那也没说是给我补生日啊。你看把你气的呀！他孩子来沈阳，300元自助，一个小孩吃得了300元自助吗？到了是吃完饭就买衣服。买一个鞋，买个裙子，买个上衣，花我2000多，还在那儿道德绑架我。孩子，你看你叔叔多好啊，
为你付出啊。其实我也是能啊，一个小孩子买衣服花2000多，那你就直接说嘛，说哎，小孩子咱买点简单的。当然不干呐。那孩子1年不来一次，你来一次，你作为一个长辈，让他吃好一点，买点衣服，买点礼物，不应该吗？那他们家孩子你见过没？你给人家买东西了没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不是，那你孩子知道你找了一媳妇吗？知道了。儿子知道你每个月给这个女朋友4000块钱现金。对。儿子怎么说的呀？儿子说：“爸爸，我支持你，你结婚你找个伴儿，我也高兴。”你家这一家人还真都挺仁义的。大姐，还不满意呢？就是必须要个房子，只写你的名儿，是不是？你看他给孩子买的这东西吧，我花的钱呀，他给我买的东西啊，全都给我记到一个小本本上。怎么了？给我记账？不应该记吗？他给我记账。怎么了？然后就是不是停，记账怎么了？你有事没事的时候就给我念叨一笔一笔的，然后你就给我花多少钱呢？那你这个干嘛呀？你想把我当保姆用啊？保姆不会照顾你的情绪价值，保姆也不能要求老板能够在下雨天大暴雨来接我呀。保姆也不能说你得给我买3000块钱的化妆品，我孩子来了你还得买2000多的衣服。哎，我问问两位啊，准备结婚吗？老哥？准备结婚。非要买房子，这怎么办呀？这买房子买，但是写他自己名字，这个我不满意啊。那他就这样了，你还结呀？相处一次不容易，这都得结。生活中都是我一直在照顾他，那你还不该照顾他呀？那你说这2口过日子能那么斤斤计较吗？哎，那怎么干活就要计较了呢？那干活的时候，关键是他在家呀，所以你对他不满意是吧？对，不满意他不干家务活过生日忽略你，下大雨不接你，钱给的不够多，然后房子不能在婚前单写给你，特别不满意，换呀。别逗了，哪家银行利率高，我分得很清楚啊！我可以说他这银行服务不好，这家银行利率最高，你劝我换，有仇啊咱俩！你看不清局势吗？你是要咋？你说你要咋？你是他要不给你写名，你就把这老头休了不要了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我感觉要是你看他平常这一个生活中，我都感觉对我不够好，不是说对，不是很在乎我。然后我这么问你吧啊，不是都很我这么问你吧啊，你什么时候离的婚啊？几年了？4年。啊，前夫给了你多少钱？不给钱？那我们的钱都在一起呀。啊，就前夫也给了你好多钱？都差不多。差不多，你为啥离婚呀？他受不了我脾气。那就还是这个你嫌人这个前夫钱虽然给了，但是对我不够好是吧？啊，这真是有好命哈！又找了一个愿意给钱但还不满意的，就是既要钱又要情绪价值，就既要又要还要。我们可以在婚姻中要情绪价值可以要，物质基础互相的帮助可以要，但是它有一个度，有一个平衡，有一个相互的付出与贡献，是吧？你除了洗衣做饭确实干得多一点哈，你付出什么了呢？你对这老先生好吗？你在他的子女上付出过什么吗？你可以想一想啊。他这一个孩子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那一个阶段，然后他这个孩子在上班嘛，也没有时间。你没有进到这个阶段，你干嘛把你闺女领来，让人家给买这买那请吃饭呀？怎么双标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平常没有时间陪着孩子，今年这一个5一趁孩子放假陪孩子，然后联络一下这一个感情，然后他就不乐意了。你听我说，原来啊，我们在沈阳，他河北老家挺远的，他以前没认识我，以前就坐绿皮火车，认识我以后非得坐高铁，坐高铁还得坐1等座。不单这个啊，2月他老家庙会，3月有事儿，5一、11、中秋、元旦，一年回去10几次，一次花1万多，谁受得了啊？是更心疼钱呀，还是更舍不得他走了，没人陪你？听他说这话，明白人都能听得出来，他就是心疼钱。没家去了，你一直在讲一个事儿，就是钱。如果说大哥现在生意不好，这4000块钱不给你了，就更别说给你买房了，可能还欠了外债，你还跟他处不？哎呦，可别说实话，现在还能挣，说了实话没明天了，下个月还4000呢，不能说实话啊。行吧，就这种情况，老师们看看他们俩这感情应该何去何从，怎么处理吧。反正我一个不成熟的建议，我觉得大伯你要不现在先不要结婚。什么叫唯利是图这4个字儿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
你换一个人也能陪着你，不用惦记你那点身后事，你人还没走呢，你在这活得好好的，每天快快乐乐的，已经想着你死了之后你的钱怎么办了。你就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学会尊重自己，不要像个舔狗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何必呢？你图啥呀？就一个陪伴。我告诉你，你也陪伴他了，好吗？还有一个就是，咱要学会大胆的说不，你要拒绝，就是因为你10次有9次没有拒绝。对，我没有拒绝。所以你把他养得特别的骄纵。您是我的长辈，其实我这么说话是失礼的，但真的是被您逼到这个份儿上了。所以不要这样，从现在开始你是个男子汉，因为你已经承担起了你们两个谈恋爱中间的你的责任和义务。我建议您现在先不要结婚。如果你要结婚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失去的会更多，因为他会情感绑架你，说我都跟你结婚了，我都再一次踏入婚姻，我都嫁给你了，你更应该怎么样了。对你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，到最后你就甘为牛马。接下来跟姐姐说，我跟你说，你敬人1尺，人还你1丈。你今天一上来，你像个受害者一样，你上来跟我们这么磕碰的碰撞，是为了解决问题吗？不是吧？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有问题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达不到你心里想要的诉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换位思考，你没有共情能力。你上一段婚姻的失败，你就应该总结你失败的原因，不要把过错都归给别人。人无完人，他一定有些地方做得不好，但是人生来这个世界上谁不受委屈呢？但这没啥，抓大放小好不好？现在我觉得就是你们之间的爱情失衡了。如果一个男人因为自己给自己的女人花钱而不快乐，他一定会注定不快乐的。而且这个女人她一再的索要这个男人的钱财，也会让你们之间完全的失衡。所以男人觉得他一直管我要钱，那我就不插手家务，这我钱给你这么多了，你应该的，所以你才会变成他的免费保姆啊，是这个原因。把一切你为他做的事情，他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哥也先不考虑结婚这个事情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不管是年龄多大还年龄多小啊，我觉得快乐就好。那如果你们现在一直这个天平的平衡调整不过来，就像我们内分泌失衡了，那我们需要用药的，你们现在需要用药了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这样下去你会把大哥给逼走的，反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一个孩子来了，可以花2000块买衣服没问题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大哥会怕什么呢？那第一次来了2000，第二次还要来吧，还2000，第三次是不是2万了？那我这个钱我花不起呀。所以你们感情一直在补洞，像那个补丁一样一直打不完，到最后补丁这个衣服补不了了，就得撕了，就得扔了。我没有什么要跟蒋女士说的，我觉得她非常的精明。我特别想跟这大哥说，王先生，你是个老实人，你也是个孤单的人，你很珍惜他，我特别理解。但我得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，咱们去爱一个人，或者让一个人爱我们互相陪伴，是真心换真心，才能换来长久的幸福。如果我们任何一段关系要用钱来换情，它持久不了。拿钱买不来爱的啊，老哥，咱把自己的钱袋子收好了。你这么辛劳，50多岁的人了，还能赚这么多钱，也是一把的辛苦钱。我不是说完全否定这位女士，她不爱你，但你的方式有问题，你的方式也会纵容一个你身边的人越来越看你的钱。文老师和张瑞老师都说了，别结婚，现在千万别结婚，也不买房。咱真要结婚也可以婚后买房，一人一半，各写上自己的名字，保护个人的财产和未来的养老生活，也保护对方的，咱也不占人家便宜。对，咱钱多一点，如果真的结婚了，咱可以多负担。我可以多负担。好，我最后跟这个女士说一句啊，我相信你也希望找一个男人可以依靠，共度余生，把你那些娇嗔放纵那些想法收回去，自己去做一个独立的女性。你没钱没房，你还在这儿耀武扬威，颐指气使，骄横跋扈，也就这么个老实人。你是命好碰到的这个老实人，你不能欺负老实人，能听懂吗？你要真的珍惜这个老实人，还提什么给我买房全写我的名儿？你把人家照顾好，自己也把自己的
孩子照顾好，不要靠人家，自己看孩子买绿皮火车，凭啥跟了人家就非要买一等座呢？能听明白吗？能。首先啊，大哥大姐，咱们都是有过婚史，都不是头婚了。那了解一个真相就是，一定要褪去对婚姻的幻想，更接近现实。当然，今天其实我们台上聊的东西，我觉得挺接近现实，基本上都是跟钱挂钩。婚姻本身它的制度产生就是保护双方的财产安全。那我觉得咱们今天都是在讨论这个财产这一块，我觉得大哥他的想法其实没有错，他在保卫他自己的利益，您在保卫自己的利益，这些都没错。错的这个点就是我们总想控制对方，让对方多让利一点，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可能有一点纠结。然后还有一个点，大姐，其实我感受到您内心住了一个小公主，这样大家都说觉得你比较恃宠而骄啊，有点骄横。但是呢，这个点我相信其实您为什么会有几个点。第一个原因，觉得自己比大哥小了9岁啊，然后自己外形条件也不错。但是这件事情咱不能这么比，我们女性也好，男性也好，我在这段关系里面，我处于优势还是劣势，其实并不是跟你身边这个人比，是跟谁比？是跟您在整个婚恋市场上的位置比。您在整个婚恋市场上是否比这位大哥更具有竞争力？这是您需要思考的问题。还有一点啊，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站在这里，我反而觉得你们俩特别搭，因为大哥他是属于那种比较闷直男啊，不会说话，反正对你好一点，钱该给的我就给，我是男人该承担承担。但你让他说一些特别漂亮话，他可能不会。这大哥就他太实诚了，他嘴巴不会说，钱给您给完了，话不会说。生日那天咱们叫一个外卖，买一束花，80块钱能搞定的事儿，至于让您这么生气吗？就算那一天他用个软件帮您叫个车，大雨天他人没来，然后给你叫个车，宝贝我来不了，我找了专职司机来接你，安全回家，我等你哦。您会生气吗？不会。这些事情本质上它不是原则性问题，它都可以通过双方之间情感的经营是不是解决掉。所以咱们也不要大姐上纲上线，不要因为男人的一个点没做到，他就是不爱我，他就是不在乎我，我要是态度，这都是20岁出头的小姑娘玩的把戏。咱们已经45了，有过婚史了，我们吸引这个男人的魅力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成熟、懂事、大方、知性，这才是我们能够结婚的。他选择您的一个点。另外我还想分享一点，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谈到很多，其实我特别理解您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即将要进入这个婚姻，进入这段关系，我希望有一个保障。但是智慧的女人从来不是硬要，而是叫智取。人在什么情况下愿意加大对另外一个人的爱的投入跟投资呢？他一定是开心跟愉悦的情况下，他一定是这个大哥你天天把我哄得很开心啊，宝贝你好棒，宝贝我真的太需要你了，没有你我觉得我的生活不下去了，宝贝你就是我的依靠。你觉得大哥这种直男听这种话，他不嘎嘎的那个英雄主义上来了，来卡拿去刷，我养你。他要的是这个，而不是站在这里你就应该对我好，你就应该给我买房，凭什么？所以说一个女性要学会在婚姻关系里面，想要对方对自己更好，学会说好话做好事儿，心疼他，为他多做一点点。所以以上就是我给二位的建议，我觉得你们这段感情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木姐也介绍一下自己，如果大家对您很想了解的话，怎么能联系到您？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想了解曹淑木木姐更多，可以搜索我的微信公众号木姐，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，我将送一份新人大礼给你。好，雷老师。大哥，我比您小3岁，叫您生哥，你还能挣几年钱？挣5、6年吧。再过个5、6年，咱是不是也60多了？对，你看这5、6年，你就算按月给4000，你可别忘了，你365天接送的一个人，你1天没接送，回来就当着你面摔碗。他能理解你为什么经常记账，就是申诉材料啊。我做的挺好的，你别冤枉我，我没对你不好，你看我都记着呢，求你了，说句公正的话吧。记着，他越说你不好，你越能给钱。你就像一个挨打就吐钱的招财猫，他在语言上数了你，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对我女儿不好，对我不好，你看你下着大雨都没接我，这个时候哔啦吧啦哔啦吧啦哔啦吧啦，哗，钱出来了。
你明白你一天不给钱会发生什么？你心里都明白。我太知道了。你太知道了吧？那你还干？没有4000块钱，就我的下场很惨。什么叫斗米养仇？就是你们分手，一定是你不对。你364天接我，理所应当你接我，一天不接，你是不是皮痒？你每个月给我4000，我习惯了，理所应当。你1个月不给，你是不是作死？他会认为就是你不对，凭什么你给我都习惯了，理所应当，给了我那么多年，突然之间你不给我了？他不会想，你们现在没结婚，下个月你不给他4000，你试试，你看他心里恨谁？你不给他那4000是应该的。你们现在没有结婚，你不用给家用，你明白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先试试，咱们回归爱情本质，你们俩还能不能往前多走1个月再说吧。所以如果待会儿啊，蒋大姐说我就不要这4000了，我为了证明我是爱我们家老头的，你俩商量好拉着手出来，你说不行，你不给我这4000块我爱不下去了，你们就别出来。对，大哥你愿意给我拦不住，但我们都劝好你了啊。来看看他们的选择吧，毕竟日子他们要过啊。来，请开门。你看看，这是传说中的拿捏吗？这是商量好了是吗，大姐？如果说要是2个人真心想在一起的话，就不应该建立在这一个金钱之上。那你真的想和身边这位男士好好相处，好好爱他吗？那这4000块钱其实不是重要的事儿，只是刚才我说了这么一个由头，希望你们在爱的路上重新起航。对，谢谢。那先生呢？说2句啊。我以后我得明白点，我不能那么卑微。他必须爱我，他不爱我那不行。你也爱他是吧？我也爱他，你也必须得爱他，必须爱他。我觉得相亲相爱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抱一个。大哥挺享受的。继续努力啊，好好加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先不要着急结婚啊。好嘞，再见。每个人的人生之路自己选择的，希望大家都有幸福的、正确的人生之路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爱情保卫战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拜。